今天我们来聊聊半导体产业中一张关键的王牌。据说日本还没真的打出这张牌，就已经让中国方面心惊胆跳，到处删帖封文。这张王牌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光刻胶，一种芯片制造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日本企业垄断了全球约85%以上的光刻胶供应，只要日本一句话断供，传闻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和刚刚崛起自研芯片的华为都可能瞬间陷入困境，甚至只能等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来龙去脉，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中国媒体闻风色变，纷纷删文晋升。要了解这场风波，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光刻胶。光刻胶简单比喻就像制作芯片电路时用的感光胶片或照片底片。在晶圆制造的黄光微影制程中，工程师会先在硅晶圆表面旋转涂布一层均匀的光刻胶薄膜，然后用精密的光刻机通过紫外光或极紫外光在这层光刻胶上照射出电路的图形。光刻胶被光照到的区域化学性质会改变，接着经过显影步骤，被照到和没照到光的区域胶分别溶解或保留下来，就形成了精细的电路图形模板。随后再进行蚀刻，把没有保护的部分晶圆材料刻蚀掉。如此一来，一层电路图形就转移到了晶圆上。简而言之，光刻胶是芯片生产每一层电路图案绘制过程中的核心耗材。每制造一层半导体电路，都离不开重新涂光刻胶、曝光、显影这些步骤。没有光刻胶，光刻机再先进也无，胶之吹，再高阶的晶圆厂都得停工。光刻胶的品质好坏，直接影响了芯片图形能否精准成型，以及后续电路的线宽精度和良率。比如制造7纳米以下级别的先进制程，需要使用极为高端的深紫外 DUV 或极紫外 EUV 光刻胶，它们对纯度和均匀度的要求极高，一点点杂质或性能不稳定都可能导致电路缺陷，让整批晶圆报废。所以光刻胶常被称作芯片制造的命脉之一，一点都不为过。既然光刻胶这么重要，那掌握其生产供应权的国家自然在半导体产业链中握有巨大影响力，而日本正是这个隐形的王者。过去几十年，日本企业在精密化工和电子材料领域深耕细作，逐步奠定了对全球光刻胶市场的垄断地位。根据业界估计，全球光刻胶市场有超过80%以上由日本厂商供应，其中高阶光刻胶，例如先进的 RF、EUV 光阻，更是几乎清一色出自日本公司之手。日本在半导体关键材料领域拥有压倒性优势，日本光刻胶巨头众多，如 JSR、东京硬化、信越化学、富士 Film、住友化学等，长期以来为全球晶圆厂提供各类光阻剂。特别是在 EUV 及紫外光刻胶这种顶尖产品上，日本更是技术领先，全世界范围内可供选择的供应商屈指可数。由于研发门槛极高，又需要长期和晶圆制造工艺协调优化，这些日本公司和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先进晶圆厂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一同调校出了高性能的光刻胶配方。在先进制程领域，日本光刻胶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存在。为什么日本能取得如此垄断优势？一方面，日本在材料科学和精细化工方面历史悠久，企业投入研发早且深厚。另一方面，半导体是日本过去强项产业，虽然如今日本已淡出晶圆制造一线，但他们保留并强化了材料和设备这些产业链上游环节，加上日本企业非常注重品质管控和客户信任度，晶圆厂对日货原料用得放心，也不愿轻易更换供应商。长此以往，形成了日本材料独大的市场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对这些关键材料公司也相当重视，将之视为国家战略资产。比如2023年，日本产业革新投资机构 JIC 斥资将光刻胶龙头 JSR 公司私有化收购，就是为了确保这项核心技术不落入他国手中。由此可见，光刻胶对日本而言不仅是赚钱生意，更是攸关国家科技安全的王牌产业。日本牢牢握紧了光刻胶的供应闸门，必要时刻
可以成为一项强大的谈判筹码。那么，被这张王牌瞄准的一方中国，对日本光刻胶依赖究竟有多深？答案是非常之深。目前中国本土的晶圆代工和 IC 制造企业所需的中高阶光刻胶，几乎绝大部分依靠进口，而其中又以日本货为主力。业界估计，中国市场上接近90%的光刻胶供应来自日本厂商。也就是说，日本如果哪天对中国祭出光刻胶出口禁令，绝大多数中国晶圆厂恐怕立刻断粮，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来看。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近年好不容易摸索出 N+2 相当于7纳米等级的制程工艺，并替华为代工出了麒麟9000系列新芯片。然而，这套制程极其仰赖高阶的 RF 浸没式光刻胶，若没有日本供应的顶级光阻材料，中芯就算拥有荷兰 ASML 提供的先进光刻机，也无法将图形精度提升到7纳米水准。更别提华为了，它本身不生产芯片，完全依赖中芯等代工厂。一旦中芯拿不到光刻胶，华为再想靠国产芯片翻身，计划也得终止。不仅是先进制程，连28纳米、14纳米这类成熟制程，其实也需要高品质的深紫外光刻胶。目前中国几座主要晶圆厂，如华虹、武汉、新芯等，在这些制程上也大量采用日本供应的光阻。一旦日本收紧出口，这些产线的良率提升与稳定运行将立刻受到影响。没有可靠的光刻胶，良率可能暴跌，芯片成本飙升，甚至生产停滞。可以这么说，光刻胶就是中国半导体的一条命脉，被日本牢牢握在手中。这正是为何中国对日本可能的断供传闻会如此紧张，甚至不愿让消息在国内流传的原因。事实上，今年秋天，中国网络上就出现了相关消息的删文现象。11月中旬，有传闻称日本几家企业开始停止向中国供货光刻胶，撤回在华工程服务人员。这对中国业界无疑是巨震级的消息。据说，当消息在微博、微信间传开后，很快相关文章帖文就凭空消失，不少转载文章也被删除。不难猜测，这可能是中国有关部门在进行舆情控制，防止此事引发国内半导体圈的恐慌。毕竟，一旦坐实日本要卡脖子、断供光刻胶，等于直接戳破中国芯片产业的软肋，对内将打击投资信心，对外也有损所谓科技自立的形象。于是，干脆先不让老百姓讨论，消音了再说。这并非中国第一次见识到日本在关键材料上的震慑力。2019年，日本和南韩之间就爆发过一次贸易争端。日本当时针对3项半导体关键材料，对韩国祭出了出口管制，包括我们熟悉的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以及氟化聚酰亚胺。仅仅这3招，就让三星、SK、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大厂陷入巨大的压力。韩国方面一时间急得团团转，短期内全球几乎找不到足量且品质相当的替代供应，只能在日本以外的少数厂商和自家实验室中苦苦寻找解方，进展非常有限。这场日韩冲突清楚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半导体世界里，日本掌握的是一些不可替代的核心材料，而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问题。韩国最终虽然仓促加大了本土材料研发，并从比利时等第三方获取了部分光刻胶，勉强避免产线停摆，但这个教训令全球都看到了日本的可怕杀伤力。被针对的韩国企业元气大伤，而日本只是动了几项看似不起眼的原材料。这件事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从那时起就开始强调自主可控、去日本化等等，希望减少对日关键材料依赖。然而说易做难，半导体材料不是砸钱1年2年就能追上的。韩国作为芯片强国，尚且在2019年被卡得手忙脚乱，中国当前的境地只会更脆弱，因为中国本身晶圆制造技术就落后西方，很多高阶材料的研发底子比韩国还薄弱。一旦日本如法炮制，甚至加码，对中国的冲击恐怕只会比当年对韩国更猛烈。那么，日本真的准备对中国卡脖子了吗？背景是近期日中关系的紧张升级。2025年下半年，日本出现了重要的政治变化，由以强硬对中著称的高市早苗出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便在国会公开表示，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强调日本不会坐视台湾发生危机。这番话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中国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反制动作，一方面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严控中国游客赴日观光，以经贸手段施压；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宣传反日情绪，进行舆论上的反击。短短几周内，双边矛盾不断升温，仿佛回到了多年前钓鱼台风波时的紧张局面。面对中方的接连出招，日本新政府并未退让，高市首相反而开始酝酿一项半导体反击手段。如果中国继续在经贸上报复，或在台海问题上咄咄逼人，日本将利用其在高科技供应链的结构性优势来还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针对光刻胶等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制措施，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日本王牌。事实上，早在高市政府上台前，日本已在逐步收紧对华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出口。2023年，日本就响应美国号召，宣布自1年起限制出口多达23种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然而日本并不满足于只管掐设备，现在更进一步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材料。今年10月开始，日本对华光刻胶的管制措施可谓频频加码，连出重手，配额制与延迟出货。根据瑞银集团10月的报告，高市早苗政府计划自2025年起对出口中国的光刻胶实行配额制度，也就是说，限定每年只允许对中国出口一定数量的光刻胶，而且这个数量在2025年将比2024年缩减1%到1.5%左右。同时，日本还要求主要厂商如信越化学、JSR 等大幅延长对华供货的交期，原本2-3个月交货的订单延长到至少4到6个月，这等于在程序上拖慢中国拿到材料的速度，迫使中国厂商无法及时取得所需光刻胶，制造周期被硬生生拉长，增加库存压力和不确定性。3所出口管制。10月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进一步更新了出口管制清单，对光刻胶实施所谓3所政策。首先，出口审批流程极其冗长，审批周期可达90天之久，相当于订单要送出前3个月就得报批，稍有差池就可能错过生产时机。其次，光刻胶产品的保质期被缩短至6个月，也就是说，过了半年没用完就报废，这对需要囤积库存应对审批延迟的中国客户来说非常头疼。最后，严禁第三方转口，防堵中国通过第三国中转来绕过限制。这3道锁链一起下去，日本等于把对华光刻胶供应的水龙头握在手中，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巨头停供与撤出服务。11月中旬，更惊人的消息传出。据报道，日本多家材料与设备巨头开始对华断供行动，例如佳能、Canon 和三菱化学等公司，据称已停止向中国科技企业提供某些关键光刻胶耗材，甚至撤回了驻在中国工厂的技术服务团队，不再提供相关维修支援。要知道，佳能除了相机，也生产光刻机和涂胶显影设备，三菱化学则涉足光阻原料和电子化学品。他们的撤出意味着中国晶圆厂即便有设备，有时也拿不到耗材或缺乏必要的技术服务，长期下去，部分产线可能无法正常运转，严拟全面限出口。差不多同一时间，市场还传闻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对光刻胶出口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新配额管控，甚至不排除日后将高端光刻胶列入与军事相关产品一道的严审类别。虽然截至目前，日本官方尚未公开这方面的文件细节，但结合前面几步棋，日本对华光刻胶供应正在从量、质、时效各方面层层设限，愈发趋紧。可以看到，日本一系列操作几乎就是在偷偷出牌试水温，并非一次性全面禁运，而是逐步加压，步步紧逼。同时，日本自己也在观察这些措施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半导体生态的打击程度，也包括对日企自身的伤害。事实上，对华出口限制的确令日本相关企业蒙受损失。据日媒统计，2025年日本光刻胶对中国的销量将大幅下滑，全年对华销售额预估实际下降将近 47%。JSR 公司对华光刻胶销量骤减了 12% 之多。
不少日本材料厂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出现腰斩式缩水，这也难怪，有意缩减1成以上供应量，加上中国客户被迫转单他国或寻找国产替代，日企业绩肯定受影响。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日本业界心里自然有苦说不出，但看起来他们也只能遵从高市政府的战略部署。那么日本政府图什么呢？高市早苗放话，台海有事论后，北京不是也反击了海产品禁令吗？然而日本显然认为中方那些招数对自己伤害有限，真正能让中国痛不欲生的反制，其实在日本手里也就是这些高科技范畴的卡脖子绝招。从日本角度看，如果中国继续强硬，那就别怪我出王牌了，材料不给你，设备不卖你，看你半导体产业是不是要窒息。这种思路在高市强硬派主政下日益明显。面对日本节节加码的出招，中国方面的公开反应其实相当低调而克制。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官方对内首先选择的是屏蔽消息，降低此事的能见度，以免引发民众和产业的不安。然而，完全装作没事发生也不现实，毕竟日本的新措施多少还是传到了圈内人的耳中。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和一些产业媒体开始发布风向一致的文章，一方面强调日本此举最终伤人又伤己，另一方面高调宣称中国其实早有准备，光刻胶自主化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例如，中国官媒引述权威分析称，日企断供光刻胶，抱歉，中国早把饭碗端稳了。文章里列举说，日本右翼政府以为断供光刻胶就能卡住中国半导体咽喉，但实际上中国早已突破自己能力，高端 EUV 光刻胶所谓不可逾越的壁垒也被国产产品逼近性能水平。他们声称，最近已有国产极紫外光刻胶的性能数据无限接近国际水准，并暗示中国晶圆厂的采购清单，中国产光刻胶占比正在肉眼可见的攀升。换言之，这篇宣传调子是在告诉读者，日本不卖没关系，我们自己有，而且快赶上，甚至赶超了。不仅如此，文中还将日本企业的撤出服务描绘成送经验上门，说尼康、佳能停止维修服务，反倒让中国本土技术团队获得磨练机会，已经完成了存量设备的逆向适配，甚至能自行改良维护方案。至于设备上被日本工程师设置的密码锁，他们暗示中国技术员早就能破解绕过，所以日本工程师哪怕彻底从中国工厂消失，中方人员闭着眼也能用扳手拧上关键部件。这些语句把中国工程师描述的神乎其神，意在表明中国半导体设备维护自主化也不是问题。最后，文章话锋一转，强调日本这次断供是自掘坟墓，失去中国这个最大需求方，日企产能将过剩，而中国国产替代正踩着日本断供这块磨刀石，加速崛起，未来将站上全球半导体材料的新赛道。结论更是豪气冲天地表示，所谓断供不过是不痛不痒的小插曲，因为能自己端稳饭碗的人从不怕别人摔筷子。字里行间，中国方面努力营造出一种云淡风轻、胸有成竹的姿态，仿佛日本的王牌不值一审。然而，真相果真如宣传稿所言那盘乐观吗？中国国产光刻胶真的已经全面顶上了吗？这一点恐怕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我们接下来就深入看看中国在光刻胶领域的实力现状，以及他们手中能打的反击牌稀土又能发挥多大作用。不可否认，面对国外卡脖子威胁，中国这些年确实加大了半导体材料的研发投入，光刻胶作为重中之重，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在较成熟的 KrF 光刻胶领域，中国企业已有所突破。据报道，截至2024年中，一家名为同程新材的公司已在 RF 光刻胶的研发与生产上取得显著成就，达到量产能力，开始连续接单并产生收入，能卖出产品，说明他们的光刻胶已经通过了部分晶圆厂的认证流程，这的确是了不起的进步。过去中国在 KrF 光刻胶上几乎是空白，现在至少有了可用的产品。此外，中国学术界也在光刻胶基础理论上有所收获。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近期利用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揭示了光刻胶分子网络的三维结构和缺陷机理。清华大学团队
则研发出一种全新的含地高分子 EUV 光刻胶材料，在吸光效率、反应机理和缺陷控制等方面都表现出色。相关成果已发表在顶尖期刊 Science Advances 上。这意味着中国在实验室阶段已经拿出了性能可观的 EUV 光刻胶配方，为未来产品化打下基础。然而，研发突破归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小批量试产到大规模稳定供货，是一条极其漫长的路。目前，中国尚未真正量产商用过 EUV 光刻胶，甚至连 RF 浸没式的高端光刻胶，国产的也刚刚起步。那些宣称性能无限接近国际水平的数据显示，多半是在特定环境下测出的实验值，离大规模量产的稳定性、一致性验证还有距离。晶圆厂对材料供应最看重的就是长期稳定，哪怕某次实验室样品性能不错，但只要良率波动大，生产一批好一批坏，晶圆厂都不敢用在主力产品线上。更现实的是，中国晶圆厂这几年日子本就不好过，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使得先进光刻机 EUV 设备无法引进，甚至连成熟制成的一些关键设备也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芯片产线原本良率就不高，成本偏高，如果现在再换上国产光刻胶这样经验较少的新材料，良率短期内很可能明显下跌。业界人士常说，材料和工艺的磨合需要时间，光组配方稍有不同，曝光和显影条件都要重新优化调整。对中芯国际们来说，哪怕他们拿得到国产替代胶，也不见得敢一下子全线替换，除非日本真的完全断供，把他们逼上绝路，不然能用可靠的日货，他们不会轻易冒险折腾产线。综上所述，中国国产光刻胶确实从无到有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要说全面替代日本还为时尚早。日本此次若只是缩减 10% 到 15% 的供应，中国或许能通过自产扩张和节约配给勉强挺一阵子。可一旦日本完全切断高端光刻胶供应，在未来至少1-2年内，中国晶圆厂仍很难不受到重创。这也是为何中国官方嘴上硬气说不怕，底下却小心翼翼，不敢真激怒日本。大家都明白，这根软肋目前仍然非常脆弱。谈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中国难道就只能被动挨打吗？手里就没有可以反制日本的牌了吗？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王牌，他们一直隐隐以稀土作为筹码和威慑手段。稀土金属被称为现代工业的维他命，是制造高性能磁铁、电动车马达、航空合金、导弹制导等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丰富的中重稀土资源。多年的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曾高达60%以上，特别是重稀土部分依赖度甚至超过90%。换句话说，日本高端制造业许多关键零件都绕不开中国稀土。因此，中国舆论近来也放出狠话，如果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祭出极端制裁，中方完全可以通过限制稀土出口来让日本长点记性。从历史上看，中国并非没打过这张稀土牌。早在2010年，中日因领土冲突闹僵时，中国就曾暂停对日出口稀土，一度令日本相关产业陷入恐慌。日本后来痛定思痛，加大了从其他国家如澳洲、美国采购稀土，并寻求材料替代，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直到今天，日本每年进口的稀土中仍有相当比重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真的下令禁运稀土，短期内日本会面临原料断供的冲击，一些高科技制造恐怕难免放缓或停顿。不过，稀土牌的杀伤力和可持续性恐怕没有光刻胶牌那么直接。首先，日本政府和企业早有防范，他们建立了战略稀土储备，一旦中国断供，日本可以启用储备撑上一段时间，并加快从其他渠道购买。事实上，2010年事件后，澳大利亚的 Lynas 稀土公司就在日本资金扶持下成长为中国外最大的稀土供应商。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比过去已显著降低。其次，中国自己也明白，稀土一旦作为武器滥用，长期看只会逼出更多非中国供应，反而动摇自己在市场的垄断地位。那次风波后短短几年，
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占比就从90%以上降到了7%左右，就是因为其他国家开发了新矿。也就是说，稀土制裁是一次性的杀手锏，不可能反复使用，否则迟早杀敌1000，自损1000。再次，日中若真的打出口制裁战，毕竟日本是美日同盟一员，中国动用稀土牌也可能引发美欧等国的联合反制和指责，影响更大层面的外交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方只是通过媒体放话威慑，尚未正式把稀土禁运付诸行动。可以说，双方都在亮牌试探。日本亮出光刻胶这张王牌，中国则晃了晃稀土这张王牌。大家心知肚明，一旦真的出牌，都会两败俱伤。但在国家战略利益和安全博弈面前，如果局势继续恶化，谁也不能保证这些王牌不会真的甩出来。论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光刻胶之争只是日中科技战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正如台湾专家叶建阳所分析的，日本在半导体供应链上握有不止一项可以掐中国脖子的关键领域。总结起来，至少有5大要害。1. 高阶光刻胶与眼模板基板，前面已详细说明 EUV、RF、CARF 等先进光组材料有高达80%以上由日本企业供应，包括 JSR、TOC、东京硬化、信越化学等。此外，制造光罩所需的优质空白眼模板基板，日本也占据大头。这些材料跟先进制程绑定极深，不是有钱就能随便买到替代品。一旦日本收紧出口，中国28纳米以下制程的良率提升将立刻受阻，就连一些成熟制程的稳定生产也会受到牵连。2. 关键半导体设备涂胶显影、清洗、成膜基台，日本在半导体前段设备领域同样举足轻重。Tokyo Electron、东京威力科创、Screen、日立高新旗下 Kokusai Electric、国际电器等日本厂商提供了晶圆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光刻胶涂布、显影设备、湿法清洗设备、化学气箱沉积设备等等。中国近年虽致力发展本土半导体装备，但在高阶机台上自给率不到1成。如果日本配合美国的管制限制这些设备出口，将直接打击中国先进制程产线的扩张计划，很多晶圆厂可能盖好了，却装不了关键机台。3. 300毫米高纯度硅晶圆，晶圆是芯片制造的基础原料，而全球12寸、300毫米高纯度硅晶圆市场基本被日本垄断了1半以上。日本的信越化学与 Sumco 2家公司加起来，供应了全球超过 50% 的晶圆坯料。中国虽有自己的小晶圆厂，但在高端晶圆品质上仍难以企及日企水平。一旦日本对晶圆基板实施出口审查，相当于从源头掐住了中国半导体扩产的咽喉。没晶圆，你根本无法生产新的芯片，再多光刻机也无米下锅。4.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晶圆制造完成后，需要进行芯片功能测试和良率筛选。这方面，日本的 Advantest 公司是全球顶尖的测试仪供应商，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芯片、AI 加速器、车用与军用芯片等领域， Advantest 的自动测试设备 ATE 几乎是不可或缺。一颗复杂芯片量产，要靠它才能有效率地测出不良品。中国在高端测试设备上也高度依赖日本，如果日本限制这类仪器和零件，中国相关芯片将面临长期的品质瓶颈，出货可靠性难以保证。5. 各类高纯度特殊化学品和气体，除了光刻胶，半导体制造还用到成百上千种化学药剂和气体，其中相当一部分由日本企业生产，质量全球领先。例如化学机械研磨、CMP 用的抛光浆料、离子蚀刻用的特殊气体、制程中用的超高纯前驱物、化合物等等。日本产品以纯度高、稳定性好著称，中国至今难以做到同等品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其实往往左右着芯片制造的良率和性能。一个细小杂质就可能让芯片报废，所以晶圆厂对这些材料更换供应商尤为谨慎。日本若在这些领域断供，中国晶圆厂将不得不冒巨大风险尝试次优，替代品、良率和成本都会经受考验。以上5大关键环节，就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独门绝技所在，也是中国半导体
最脆弱的罩门。叶剑阳形容，中国对日本的依赖集中在4到5个结构性环节，即便投入巨额补贴，在短期内也难以取代。因此，若日中冲突进一步升级，日本在科技供应链上的反击力度将比当年对韩国更具杀伤力，中国整体半导体产业都可能被打到窒息的边缘。面对这种你来我往的王牌博弈，一个核心问题是，日本和中国哪一方承受的伤害更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短期而言，中国半导体无疑更脆弱，更怕被打。日本如果真的铁了心端出光刻胶等制裁重招，中国的芯片制造将遭遇断供之痛，其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晶圆厂停工、投资打水漂、产业链失血，更关系到技术进步停滞，甚至国防军工芯片供给受阻。对中国来说，这是战略级的损害。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损失主要是经济利益层面，相关企业少赚甚至亏损，产能过剩需要政府补贴来度过阵痛等等。诚然，这对日本经济也不是好事，但要命程度远不如对中国的打击。更何况，日本有美国和欧洲盟友做后盾，极端情况下完全可以由盟国市场补贴日本企业，甚至在政策上给予奖励，减轻他们失去中国市场的影响。长期而言，当然日本也有风险，逼得中国走上全面自主化后，若干年后中国真的攻克了所有难关，日本反而可能永远失去这个大客户，还促成了一个强大的新竞争对手。但日本显然压住在一个前提上，中国未必那么快追上。就像美国钳制下中国10多年来都没造出关键的光刻机一样，在材料和设备上，日本有信心凭借自身技术领先优势继续领跑很多年。只要能把中国半导体的发展拖慢5年、10年，日本就多了5年、10年的窗口维持技术优势和供应链主导权。这对日本和整个西方阵营而言都赚到了战略时间。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这场博弈已不仅仅是日中两国的事，背后还有更大格局的美中科技冷战在起作用。美国近年来联合盟友构筑对中国尖端芯片的围堵网，荷兰限制顶级光刻机出口，日本限制高阶设备和材料，美国自身则禁止 EDA 软件和先进芯片销售给中国。日本这张光刻胶王牌的威力其实也部分来自美国的策应，因为中国无法从其他来源轻易获取光刻胶，包括美国企业也不会违背禁令卖给中国。可以说，整个先进半导体生态圈都在协调一致地和中国进行脱钩。在这种大势下，中国想靠一家之力补上所有短板，几乎是和时间赛跑，也是在和整个已发展数十年的全球产业体系对抗，难度极高。综合来看，日本暂时还没把王牌打到底，例如真正明文禁止任何光刻胶对华出口的最终制裁尚未出台，但仅仅几次试探性收紧就已让中国方寸大乱，晋升自保，可见这张牌含金量十足。未来日本会不会真的全面出招，要看政治局势的演变。如果台海局势持续紧绷或出现危机，日本祭出最严厉科技制裁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反之，若中方做出让步或关系缓和，也许日本会把王牌收回口袋，留待将来。毕竟王牌用一次就少一次威慑力，能不出手就达到下阻效果，其实是双方都乐见的战略默契。最后，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的王牌还没真出手，为什么中国就下到山文了？答案其实是因为中国心里有数，深知自己目前的弱点所在，不敢让对手摸清底牌，也不愿让国人认清差距。这场有关光刻胶的风波，只是未来日中科技角力的序曲。对我们观众而言，这幕大戏值得继续关注。日本会不会真的掐断中国的芯片命脉？中国又能不能顶住压力突围自救？是王牌绝杀，还是拖长战线，各自暗度陈仓？时间将给出答案。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见识到高科技竞争的残酷。当一瓶小小的化学品都能成为决定产业兴衰的筹码时，半导体之战早已超越商业范畴，而成为国与国较量综合实力的缩影。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这场芯片殊死战的发展。